Hello， 欢迎来到我的变形金刚和答辩金刚玩具分享时间、对比时间、把玩时间。今天我们一起来玩的是这个 SS65 闪电和百威 TW1037 KO 的这个元大65闪电。依旧叠个甲啊，咱们频道做这个正盗版对比视频，不是用正版的玩具水准去要求盗版，就是单纯的找不同啊，我就是单纯的想比，我就是喜欢对比，给消费者看一下正盗版有啥不一样。KO 玩具我手头上有正版的话，做视频都会做它的对比视频，就是单纯对比，不要想多了，我就是喜欢找不同。先这个简评一下这个玩具吧啊，前几天呢在动态里面我也讲过了，百威这次的这个就是个粪作，就是蟹作。如果说 KO 08柱算他们家的这个上游水准，那这款玩具素质在他们家就算是中下游水准啊，之前出的那个引力风都比这个要好。百威估计也是为了年底冲业绩才弄出了这么一个玩意儿。我知道你是听玩家建议 K 了一些这个海景房，但是 K 出这么一个答辩也不行啊。我是79块钱原价入手的，30-40才是它最终的归宿，高于40块钱买它我都觉得不值啊。我的这个65是缺件的，这个翅膀只有一侧有翅膀，另一侧是缺翅膀的。我买它就是为了给这个65补件。如果你喜欢这个外观，或者说收集外传角色战士入柜可以入，但是呢它只停留于战士这个阶段啊，你不要对它有其他任何非分之想，不要对它有任何的想法。把玩它是真的不行，各种未处理的倒角扎手什么还有水口已经是家常便饭了。百威反正现在也是名牌了，告诉你它就是主打低端市场下沉市场的，你给他提一些基础的意见他可能会听，但是全部的意见想让他听进去又不太可能啊。这个玩具呢不能说它完全就是没有优点，但是也是缺点多于优点啊，改了官方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还有很多槽点没有改。咱们等下把玩对比的时候遇到优点就夸遇到缺点就喷啊。咱们频道依旧是无软广无商单，真实把玩分享。先把这些配件给它下下来，等下看看给正版适不适用吧。本来呢我买来也是给正版当补件这个目的的啊。我的这个65呢就只有一个主体，没有任何的配件翅膀呢也只有一边有，另一边是缺的。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能不能安上吧。枪的话两个插口，一个是插在小臂上，一个是用手握住，看看这个能不能安上。可以的效果还可以。手上的这个针刺呢这个手是可以取下，都是5毫米插孔安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看这个翅尖百威这个翅尖给官方安也是没有压力的，还是比较紧的效果大约是这样，色差并不是很明显不仔细看不出来。这个刻线的话官方是比较细的刻线，百威这个刻线比较粗。这个偷胶油箱想安上去的话就有点费劲了，官方这个插孔是比较宽比较大的，百威这个插槽就比较细比较小，插上去固定不住，一下就下来了。我们找块蓝凝胶过来塞一下看看，这样也是能固定住的是吧？按照惯例呢，因为这次不是单独介绍这个 KO 玩具，而且这个角色还有挺多可聊的点的，但是大家主要来就是看玩具本身的，我就把这个角色介绍和闲聊放在这个视频结尾了。下面就来看玩具的这个对比吧。玩具是元大，身高到头差不多是17厘米，到翅尖就要20厘米出头了。不得不说百威这次这个赶工的痕迹非常明显说明书印的也是一塌糊涂它是这样看的，1、2、3、4、5、6、7基本上新手如果看这个说明书是看不懂的，它跳了很多的步骤，它没有很明确的这个演示。而且呢说明书上面可以看到还本来是要给这个导弹零件的，这次也是不给了，不理解为什么这个导弹零件看上去还挺不错的，它没给。也能看到它飞机形态导弹是安在这边的，其余的配件也就跟官方的大差不差的，一个这个机枪，还有2个这个偷胶飞机形态下用的这个油桶，然后呢就是夺取这个大黄蜂发声模块用的这个尖刺跟官方不一样的是官方只复出了1个，它还搞了个镜像，搞了个2个先看头吧，1分钱1分货，体现到了极致，精度不够，真人式风格的头雕做出来就是一坨，远看还可以，近看真的不行。头2侧进气口这个细节阉割掉了，眼睛也没有原版那么凶了
挺囧的一个表情。整个脸跟官方一样，都是橙色的透明件，面罩根部露出一小节橙色柱形，官方的银色涂到柱子一半就停了。百威则是因为精度不够，干脆就不涂了，看着效果比较怪像吃了2根旺旺碎冰冰。整个脸部呢，属于官方的一个小迷惑操作。官方是想用透明零件来还原电影中面部红色亮光机械细节那种感觉，但整个头后面它又没做透光，这一块透明件又给它上漆了，所以效果并不是很好。想要电影里面的效果它也能达到，就是角度很刁钻，要用你这个灯对着没有上漆的柱子部分照，这样面部它就能发光了。但正常情况下整个脸是不能透光的。百威呢也有这个意思，但是漆面喷涂不均造成的，效果肯定是没有官方的好。后脑勺造型是这样的，整个头部可动，百威巨紧，加上这个造型设计会挡着你的手指，掰起来还是很费力的。官方的松紧就很合适了。抬头幅度百威还比官方的差一点，低头也不能完全低下去，官方这个嘴能贴到领子这边，百威就不行。衣领刻线细节的话，百威更肉一点，躯干细节就大差不差了。红色部分百威颜色偏橙一些，饱和度更高。官方这个进气口用的是黑色，百威则用的是银色涂装。官方躯干存在的问题就是每次抬手的时候，上半部分胸口就会分离，百威没改照样也是有这个问题的。百威在假机头的涂装这里颜色更淡，真机头的话百威颜色反而比官方更深，官方的颜色更透一点。透明件上的涂装都是有的，官方的这个蹭掉漆了，底下连接件部分官方上漆了，百威就没给它上。裤裆小勾勾这里官方这里3处刻画，百威则简化了。背包部分整体看一下区别，官方的钢印都在这边，百威这一块就糊得不行了，太廉价了。小翅尖咱们拆下来看看区别，官方的更加圆润百威的还是那个问题，太尖太扎手了。刻线百威要比官方的更深一点，小翅膀背面如此。手臂最大的区别就是肩膀上的小机翼，百威改的这个造型更大气更还原电影。官方这个又小又省涂装，看上去效果的确是不是很好，没有百威的这个效果好。后期补充一下，百威改的这个小翅膀是不能给官方用的，连接处偏大，塞进去对玩具有损坏。小臂内侧盖板百威少了点这个镂空细节，手臂部分其余细节就没什么区别了，无非就是精度和倒角刻线处理百威不行。手臂可动如此，根部旋转平台是这样的，大臂平转是有的，曲肘幅度不错。手掌的话，官方是右手4指可动，左手固定造型，2个手都可以取下来安插这个尖刺。百威则改成了2个手都是4指可动，也都能取下，咱们给它安上尖刺造型，就如此。胯部转腰活动范围很小这里就有点公式化了，旁边那么多干涉，你非要还在这边加一个幅度超小的转腰关节。两侧裙甲官方的就很紧，百威的就还好松紧适中。改成了这个金属件应该是铝合金，这个磁铁是吸不动它的。膝盖部分小细节有点变化关节官方用的是铆钉，百威依旧是螺丝脚掌这次要给好评，涂装这个一上瞬间就完整许多了。官方原来这个样子实在是太素了，真太丑了。百威这边涂的还是挺可以的，效果不错。其他腿部正面还有一些小细节的区别没啥好看的点，大家就自行截图对比。小腿侧面如此，百威加了银色涂装小腿背面是这样的，大差不差，没有什么大的造型上的区别。前踢幅度如此，后踢有背包干涉，侧踢就比较垃圾了。屈膝幅度再看一下然后还有这个脚部接地也是个变形关节，这里的平转它也是变形关节。再把这些武器什么的都给它搭载上，开头也看过官方用这个武器的样子了百威搭载上是这个样子的。背后呢这边这个剩下的一个尖刺可以收纳在这里这里原来是这样的
6边形5毫米孔洞啊，它给它改成正方形了，那也不知道何意味。大体上大约是这样的。战士的话，拿它当个这个摆件还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如果你是凑角色，你不注重把玩，不注重变形，那就是完全没毛病啊。下面就来看看它的这个变形过程吧。OK， 变形完成了。整个变形过程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吃力的啊，就比如说那些倒角的地方扎手，或者是精度问题啊，有零件之间会产生摩擦等等。飞机形态呢，就是一架这个4部项啊，因为官方没有拿到 F4的这个载具授权，电影中出现的那个就是 F4 鬼怪嘛。这个玩具实物的话，就是看着你说它像吧，有点像啊。你说它不像吧，它的确不像 F4 啊。油箱这个偷胶完全是可以处理的，哎，它就是不这样搞啊。你像如果拿2个塑料两面盒，你中间再大的合模线我都无所谓，至少呢，在这个飞机形态下，这样看上去不会穿帮。你为什么就是不两面盒呢？你两面盒中间管你怎么偷胶都无所谓，中间是空的也无所谓啊。我不需要你这个像还原官方这样的刻意去这样搞。你这下雨天开出去，你还能接一桶子水回来是吧？这个油箱是不能给官方安的啊，官方人形态是安在这里，是插上去太松了。飞机形态呢安在这里，这个插孔也太松了啊，也是安不上去的。这次有一个优化的地方啊，就是飞机的这个轮胎，起落架这边你看，官方原来的这个是假起落架，一个造型轮子，百威这边给它改成了小的塑料轮，哎，可以滚动的。就是你这个轮子的水口能不能给我清理一下？看到3个轮子，每个轮子都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水口在这边。但是换成真轮胎以后，真的就能滚动了吗？啊，其实是并不能的。这里改模了，就是肩膀这里的小翅膀从小的变成大的了。大的折叠收纳在这边以后呢，其实呢是跟这个底面的轮子是有一个冲突的，收纳完凸出来，这2块给它顶起来了，接地就不太行了。官方虽然不能滚动，但是能保证接地。底盘的话就是这样了，收纳还算是可以的。头是收纳在这个驾驶舱的啊，这边是机盖可以打开，但是也牺牲了驾驶舱内部刻画造型。头呢是在这个位置，底下这里就是胯，这边是大腿，底下这一块这几块都是由腿变形而成的。哎，这就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头以下全是腿啊，这才是顶级大长腿。机头这里，官方和百威的这个轴啊都是比较松的。但是百威的更松一点，把它这个和头分开，可以看到百威特别容易就分开了。百威的这个轴是比官方要短1小节的，导致这个结合并不是很牢靠。官方的这个结合比较牢的，百威的话就这样，轻轻一碰它就下去了，可能是害怕这个轴太长会断掉吧。熏黑机头涂装的话，
渐变效果就是高下立判了，因为也没啥好说的。如果你喜欢百威的也行，反正我更喜欢官方的这个效果。前机身这一块，那个百威的涂装也不是非常的均匀啊，刻线内部它没喷上漆啊，你懂什么？这叫突出刻线细节，不需要玩家自己渗线了。武器呢是收纳在屁股这里的啊，完善了飞机屁股整体的造型，不会像梅安这样啊少一半，就上面这一半有弧形。机枪除了安在这个后面，你也可以取下，把这边翻开，里面有一个小凹槽，这边有小凸起，对准给它安上。就这个安的这个手感真的很奇怪。这边其实这个造型是不对的啊，我们拿官方的做个演示吧。依旧这个小凹槽对准这个凸起，这边先翻开。这个前面是要挡住这个枪管的。结合完以后呢，既填补了这里的这个空洞，又跟这个前面这一块相呼应。这边炮管结合，这4个应该是像小炮管，像加特林机关炮这种类型吧。这样看上去呢，也是更火力更猛一点。后方这个垂直尾翼造型，你可以选择这样给它分开，你也可以给它合上，两种根据自己喜好来。飞机屁股这边，我个人感觉是整个飞机最不好看的地方，就是你看从这边就戛然而止了，没有任何的衔接，然后加上这个屁股，个人感觉整体是朝下的，如果能往上一点，整体在一个圆润一点的造型，这样会好看不少。主要是现在这个状态，后面这个小机翼跟前面这个机翼不在一条线上，看上去就真的很难受。整体呢，飞机形态大约就是如此了，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点了。还有什么对这个模具不太懂的地方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我看到了都会回复的。下面把这个翅膀什么配件都给正版安上，咱们聊聊这个角色吧。大黄蜂外传电影里面登场的闪电，很多人刚看到都以为是红蜘蛛，区别于印象中的这个3变金刚闪电，电影中只展现了它的2种变形形态其实在外传电影里面不能说它像红蜘蛛，要说红蜘蛛像它，因为当年在制作闪电的时候是有意在致敬 G1 Seekers 造型的，也有参考这个 G1 红蜘蛛。电影拍完以后补拍了这个开头的赛博坦大战，里面的 Seekers 用的正是闪电的模型书去改的，所以说本没有红蜘蛛登场的玩具 SS65 跟赛星的那个 Seekers SS72 等等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模具只是外观上相似，毕竟一个地球，一个是赛星形态嘛。如果后期红蜘蛛再有这个地球形态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再拿这个模具重涂呢？这个模具目前没有重涂和再版，也是它价格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至于闪电在真人式电影里面到底能不能3变，在大黄蜂外传的这个前传漫画里面就有说明，它是个3变金刚，但是为啥在电影里面它没有3变呢？我个人猜测并没有什么官方的文献，因为电影中在地球出现的3个主要的霸天虎，闪电、粉碎还有这个反弹球，其中2个粉碎和反弹球明确是可以3变的电影里面也有展示。那剩下来的一个闪电，名字它又是 G1 里面最出名的经典3变金刚闪电你说它会不会3变是吧？我觉得只是在电影中他没时间去扫描这个坦克模型，不然闪电肯定也是会3变的。咱们看到这个30的 DLX 造型，这样你可能不会想叫它闪电，但是一换个配色，这味道一下就上来了，这下就对味了没拍这个真人式的3变闪电还是挺遗憾的，挺可惜的估计设计的话也比较难，又要这个战斗机，薄薄的战斗机，它又要坦克，还要兼顾玩具，又要照顾电影的建模，属实是为难设计师了。但像反弹球和粉碎那样，他一个人搞2个玩具也不是不行，就是有点烂活的成分在里面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简单对比了一下百威你不如好好打磨一下再端上来呢。如果你这款的受众想要卖给那些买来平替 SS65 的人你就好好搞，卖99都是有人买单的。如果你还是搞你那套赶工的工业垃圾，受众是下沉市场，那我喜欢这个造型，我为什么不去买红蜘蛛，反而买这个呢？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想买来平替的看不上这素质，父母买来糊弄小孩的小孩不喜欢，虽然很多人都不在乎角色不角色什么的。
我也不指望百威能听进去我的意见，你很难搞出一个满足所有市场的玩具，很难再搞一个08柱类似的玩具出来了。以后你不要只搞工业垃圾，低价的和稍微高价的这个产品都产一些，你看看哪个卖得好。这款闪电我觉得卖不了多久它就要降价，喜欢的等等再入手。好的，就到这里吧。本频道无污染广不接玩具上单，也请各位老爷来个3连，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Goodbye。